我就很看不起民进党这种行为，非常可悲啊！其实今天只要讲一句“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遵从九二共识”这件事情，其实日非敢进来吗？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6月8号到9号对朝鲜来进行访问。那报道当中呢，就提到这一次的访问当然是应金正恩的邀请去到朝鲜。那上一次习近平踏上平壤的土地是在2019年的6月份。继特朗普还有普京呢相继到了中国访问，然后我们又接着看到了高市早苗去韩国，那日非的同盟也在同步升级。同一时间呢，整个东北亚现在呢，感觉它的这个阵营化的趋势是越来越明显了。我们要如何来观察呢？简单来讲，朝鲜呢，它在过去几年，尤其俄乌战争之后，它的表态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它就是坚定的跟俄罗斯站在一起，而且呢，它是毫不和稀泥的，它甚至直接兵就派到前线去作战。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说，朝鲜在过去几年为什么北京跟平壤之间呢，它有一个若有似无的距离啊，但这个距离又不是说它完全跟平壤不来往了。其实9·3阅兵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习近平总书记他请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然后还有金正恩朝鲜最高领导人一同在场，留下了一个很经典的画面嘛。然后那时候西方媒体还有一些就是抹黑的报道，说他们之间在谈论一些长生永生那些有的没有报道，但是你可以看到，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种下了一件事。北京跟平壤之间的关系重新恢复到一个更加过往合作更高度的一个关系。但是为什么在这之前北京是有所顾忌的？因为很简单，因为俄乌战争刚开打那一会啊，整个西方世界对于俄罗斯的敌意是非常深的，而朝鲜这样坚定的站在俄罗斯的这个一起，其实事实上就已经是实质的军事同盟的状况。如果北京过度跟平壤连结的话，其实就会被西方做一个文章，认为说北京就是直接在支持莫斯科，这个是里面最大的一个关键。而这一次呢，有这个朝鲜国事访问，我认为就在9·3阅兵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埋下了这样的一个底线。随着整个国际形势的一个转换跟发展，你可以看到北京呢，尤其在2026年，我们必须这么说，北京迎来了我认为就是全球外交或全球地缘政治史上的北京时刻的到来。什么是北京时刻呢？也就是各国元首啊竞相的来到北京来拜访。我们可以看到联合国5常来的4常，那另外也可以看到说各国各地区的主要的一些国家，或者是区域性有代表的国家，甚至有一些呢，你都称不上它是区域强国了。比如说莫桑比克总统来到北京的访问。那另外接受国事访问的，那这个就是非常的多，甚至有同场啊。比如说前阵子受到大家高度瞩目的赛铁加巴铁双铁组合。好，这个塞尔维亚总统啊是这个国事访问，因为他是作为国家元首。那另外巴基斯坦总理夏里夫，他因为他不是国家元首，但是他事实上是因为巴基斯坦是内阁制嘛，所以他实质上是这个整个政府的最高的领导人，所以他应该是当时是用一个 official visit 啊，就是这个正式访问，但是规格都引导是最高的。那你就可以看得到说，北京对于整个国际的温控的把控已经具有相当的信心了。而这个信心当然它是从过去这几年逐步累积上来的嘛，尤其去年9·3阅兵啊，这个可以说是平地一声雷，全球都非常的瞩目。尤其那句话全球覆盖啊，我想很多国家都可以理解到啊，这个当此时刻呢，中国的强大啊，已经不用多说。那另外还有去年的印巴空战嘛，当时巴基斯坦就是完胜之姿啊。那打败了印度的飙风战机啊，所以我想这都是一些积累。那到今年的外交，尤其是我们看到川普的访华，川普访华这件事情呢，也奠基了现在一整个全球的地缘政治一个新的一个样态。所以在这几番之下呢，这时候到平壤去访问，那就不会有被过度连结说，你是不是在俄乌之战当中你站对哪一边？大家了解。中国是不结盟的，中国是站好自己的站位，由这个自己的站位来这个推进自己要的议程，而这个推进自己要的议程的时候，凭借的是自身的实力，还有呢长期稳定的一个包含内政治理、对外关系处理，还有呢整体发展的一个势头的一个稳定性。所以这些呢都是在为什么是这个时候来访问平壤，而不是呢？这个在更早之前呢，或者是在其他的时间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这整个天下的格局啊，从去年的俄乌之战呢，进入到了一个将近尾声，但是又有点
这尾缀不掉的状况，再到今年我们可以看到伊朗战争爆发之后，结果又没有办法收尾情况之下，美国一来，然后它结合起来就是一个态势嘛。你看川普回去之后还来不及落地，他就讲出了一个新的逻辑，叫做 G2 逻辑嘛。虽然中方是绝对不会接受这个 G2，我们必须先讲，但是事实上就是全球中美关系这双边关系作为全球关系的核心，然后锚定全世界的秩序，这是一个样态。这个样态暂时找不到好的名词，所以我们就把它姑且称之为 G2。只是美国的 G 依然是霸权的 G， 帝国主义的 G， 而中国的 G 是王道的 G， 以中国自身的繁荣发展，然后去促进世界人民发展的一个 G。但是不同的 G 没有关系，在这个情况之下，那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外交、地缘政治的叙事，还相对是稳健的下来。尤其中美之间从对抗叙事，也就是冷战的对抗叙事，走向了现在这个叫做合作竞争叙事。因此，我可以这么说，这个时候访问平壤，反而就更加证明了我不会被你的叙事牵着走，但是呢，我愿意跟全世界来交朋友，而且各国之间呢是平等互往，但是中国大陆呢是显著领先。这个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去拜访平壤，其实他的核心目的就非常清楚了，他要稳住整个全球秩序的框架，在这个全球秩序的框架之下，我来推进我这个北京的议程。而朝鲜作为中国的门户，讲他的门户可能朝鲜不太高兴不过从地缘来说，它确实是个出海的门户吧。这个门户要稳定住，过去几年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跟一个时机点。那现在呢，迎来了这个时机点，那这必然要走这一招的。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刚才我们说了一个东北亚的格局或者新战营的一个形成，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就算中国自己有自己的步调，那美国看在眼里，或者是所谓的美国的盟友看在眼里，他们也是会非常急迫的想要打破这种阵营的形成，或者是很想围着就是等于说呢，给自己的爸爸美国爸爸们展现一下自己还有用。所以说呢，最近其实我们看到在东北亚，在整个的就是我们说日本和菲律宾等等这一系列的动作，虽然中国和美国稳住了，但是这些小弟们却是在不断的搅扰整个的平和。所以说呢，今天请到历史哥，我也想把这个整个的日菲的这一次的所谓的同盟关系也好，或者是他们呢画图圈地也好，把它放到一个历史的这个纵深当中呢，我们再来好好的来解读一下这件事情日菲来圈地画图之所以备受关注，我觉得有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当然就是他们本身这样的一个合作或者这样的一个动作对北京的挑衅，那么另外一方面当然就是台湾当局的一个回应，可以说是赚足了眼球从1895年马关条约开始，1951年旧金山合约，然后冷战时期呢，大家也知道美国的第7舰队是开始进入了台海，那台湾呢被纳入了所谓的美国围堵中国的第1岛链。从那开始呢，可以看得出来台湾的安全、外交、经济等等全部都是跟着美国在走。再到今天日菲隔着台湾也在那边划界，北京出手了，却被台湾当局叫做多管闲事。因为在民进党的叙事里面，台湾就是个被压迫的嘛。你看，从这个不管是荷兰人、西班牙人，然后到后来这个包含其实他认为汉人来都是一种殖民地压迫，虽然他们自己是来自汉人的后代，所以这其实很矛盾的所以说中殖时代、中国殖民时代，其实这个用法是完全不能苟同，因为大家知道殖民这个东西是有很精确跟明确的定义的殖民是什么意思呢？殖民即殖民者作为上位的存在，被殖民者作为下位者的存在，而且这个下位者呢，他是被奴役、劳动、剥削，他们没有所谓的平等的一个对待的一个过程，所以这完全符合日本人对台湾的殖民嘛。日本人在台湾，日本人读的是小学校，台湾人读的是公学校，原住民读的是番学校，他都是分开读书的。日本人来台湾他是没有户籍的。他的户籍依然在日本，台湾人是没有办法入日本籍的，也没有办法获得日本公民权的。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个殖民的叙事、被压迫者的叙事，它是贯穿的。但是这种叙事久了之后呢，民进党就出现一种很扭曲的现象，就是说，那我要来反对压迫者，但是这个压迫者呢，他变成过去殖民他的人，他不再说他是压迫者。他反而把这些人变成他对抗压迫的力量的一个倚重，所以呢，这就是这整件事情最矛盾的地方。那这个林佳龙外交部长他的讲法就是说，
哎呀，这个叫做倒果为因，最大压迫明明来自于中共，你怎么可以说是日本、菲律宾来压迫我们台湾呢？啊，就算他们来压迫我们台湾，没有，他们只是划分他们彼此的界限啊，我们呢也会加入这个讨论里面的，你们放心啊。就日本人直接打脸嘛，说没有啊，这个，所以现在谁压迫我就反抗谁啊。那我现在最主要被压迫的这个的压力来源是来自你中国大陆嘛，所以这件事情都是你中国大陆的错。这就是我要解释它，这整件事可怕的地方。这是回过头来这件事本身荒谬到极致啊。那台湾过去因为受益于两岸特殊的这样的关系，所以呢，基本上呢，因为基于两岸这种共享主权的概念，所以台湾是不用担心跟大陆这边呢来进行所谓的异地的划分的。所以基本上我们以一个虚拟的中线为做一个基准点。然后彼此来这个进行彼此之间的工作，这个就是基于这个过去我们可以说在九二共识之上的很多的一些基础所推展出来的一些合作嘛。可是现在因为民进党第一个不承认九二共识嘛，第二个他不承认两岸的特殊关系嘛，第三个他不承认一个中国的主权的原则嘛，所以自然而然呢这样的一个主权的行使，它就会出现一种矛盾性，因为这样的一个主权的推展是基于一个中国原则的概念之下。但是呢，民进党又不承认，那这时候日菲来划的时候呢，他就出现很矛盾、很别扭嘛。那我到底是要讲话还不讲话呢？因为我又需要日菲来支持我对抗一个中国叙事，因为在联合国的叙事里面，这个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是一个中国原则之下。所以你在这里面的话，如果你不是按照实力原则来跟他们谈的话，基本上你就会出现说，你没有办法在国际法里面，你有一个很好的谈判空间，因为你就不在这个叙事里面。因为我们知道国际法的执行还是仰赖于这个整个联合国的叙事框架，这就是民进党现在很矛盾的地方。所以对他来讲，他想跟日菲谈，当然想啊，因为这会跳票啊。这时候日菲可以不理你啊，因为日菲认为说我用联合国叙事，你自己放弃了嘛，对，因为你就不要一个中国。所以这就是里面整个矛盾的内爆点。那这也是为什么大陆马上宣布海警船常态巡逻嘛。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那这个民进党就非常的尴尬，他只能骂大陆，他不敢骂日菲，因为骂了他又怕他不挺他，但是不骂这个赵子基还又被分走，未来预算怎么在这里补牢，怎么去享用这样的经济资源？可是呢，问题是这个民进党也知道，这个如果大陆在这边巡弋的话，日菲是不敢进来的。那台湾渔船的话，其实这个大陆的中国海警他也不会为难，所以呢，那就最后选择对不对？只能骂大陆最好。为什么？因为骂大陆这个不会改变自己现在的一个权益嘛，但是骂日菲，那可能会被抛弃。中美两强叙事的这个逻辑之下，那从对抗叙事走向竞争合作竞争叙事的时候，民进党无所适从。其实日本跟菲律宾也无所适从啊，因为对日本来讲，之所以它的重要性会存在，第一岛链之所以会有重要性，是因为中美是对抗叙事啊，而今的川普从对抗叙事走向了合作竞争叙事的时候，对，所以日本第一时间很忙啊。那刚好南边的菲律宾现在这个马可斯政权也有这个困扰，因为菲律宾是存在两种叙事，一种是菲律宾本土叙事，一种是亲美叙事。因为大家知道菲律宾是前这个美国的殖民地嘛 ，OK， 所以呢，现在美国往后撤，那美国往后撤，菲律宾就更显得不重要了。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原本在这个叙事之下，菲律宾看起来被重视了，而台湾在这个中间，所以就形成所谓的台日菲嘛。那还包含当时韩国是尹锡悦，所以就变成什么日韩台菲，第一岛链叙事突然就复活了。但是那个事实上，我认为就是一种回光返照，因为拜登这个老东西就下去了。下去之后，新上来川普 2.0， 他就恢复他的本色。在商人的逻辑里面，这个所谓的阵营对抗叙事是最笨的。你活生生把一块这么大的市场放掉，傻了才做这种生意，对不对？市场最大化才是商人要的啊。所以因此呢，这个他就开始一直在想要怎么转变，只是。大家也知道，对华鹰派依然有他的势力，这种传统建制派，他是不管是民主党或共和党，都有他的力量。那所以等到他掌控了整个局势，尤其他这次选举上来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当时发生了几个可以几乎是接近奇迹的时刻嘛，比如说投偏了一下，
子弹没打到，那因此他就把对华鹰派收拢成自己的小弟嘛，最有名就 Marco Rubio 嘛，美国国务卿，那他就慢慢可以掌握这局势，那就慢慢的改变，到去年11月终于写出来，就我们上次也聊了很多的美国的 NSS 美国国家安全策略里面，他重新去定义中美关系。就是美国人所讲的 G2， 而我们所看到的中美两强叙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逻辑的变化嘛，就是川普回转的太快，很多人被甩尾甩在后面，这里面呢被甩的最不舒服的有3个人，一个就是高市早苗，一个就是赖清德，另外一个就是小马可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菲律宾现在小马可仕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是，如果现在立刻选举，他的接班人是完全没有任何希望的，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杜特地家族的长女莎拉杜特地必然且高票当选，那所以他就狙击莎拉杜特地嘛，怎么用呢？用他总统有的权势，大量的用公共工程去绑桩收买人心。因为大家知道，当年的马可仕在选举的时候，他去结盟杜特地，为什么？因为菲律宾从上到下大概可以分成3个部分嘛，北边的吕宋岛跟它的附属岛屿，中间的这个苏禄群岛群，到南边的棉兰老岛或者叫做明达纳尔岛。杜特地家族它是棉兰老岛的最大的政治势力，小马可仕他们是聚居在吕宋岛北部，对，所以这南北对劲，天下无敌。所以他们当时联手的时候，那就是凑在一起。其实当时大家就很觉得这个联手很奇怪啊，因为马可仕家族是极端亲美的，杜特地家族是不咋亲美的，甚至都是反美的，因为他是所谓的本土派嘛。结果这样的合作大获成功嘛，使得小马可仕高票当选，萨拉杜特地也高票当选副总统，因为菲律宾的总统副总统就甩啦，对，所以就拆了，没错，小娇你很敏感嘛。但是因为这里面有核心矛盾的不同嘛，对于国家未来路线想象的不同，对于自身根本利益的不同，杜特地的利益是他在当地他在达沃市这个是缅甸老岛最大城市，在达沃市当地所积累的这个政治资本，他透过改善当地治安市政经营等等方式所积累的政治资本，还有他第一次任期的时候，他的扫毒战争。还有在这里面的所建构的这些相关的人脉体系所积累下来的。小马可仕他的人脉主要在美国，因为当年老马可仕虽然是被美国给搞倒的，但是他带了大量的钱流亡到美国，虽然很多资金被美国人冻结了，那依然留了很多资金，而这个是他的根本嘛，这是他的命根子。如果说他不听美国的，那这些要完蛋。再加上他们长期受美国庇护，他本来在意识形态上生活形态上，它的实质利益上又跟美国绑定，所以这里面一旦是出现这个中美对抗叙事的时候，他们两边就必然要翻掉。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这个在拜登时期这个矛盾激化的非常厉害，因为拜登就是中美对抗叙事这种冷战叙事，这种对抗应该这么说吧，这种对抗是冷战形式的对抗，就是意识形态的壁垒式对抗，所以就自然而然。大叙事是如此，小家族的这个内部的这个利益冲突在菲律宾国内的，所以大中小3个层次通通对抗就撕了。撕了之后，这个就一直延续到现在。马可仕为了要对付萨拉杜特地，使尽了浑身解数。那既然他选一定赢，那怎么对付他最简单，就让他选不了。他只要选不了，他就选不赢，这就是他的逻辑。所以他就极化了这个对抗嘛。而且甚至不惜大量的滥用贪腐的一个方法来收买人心，所以之前菲律宾爆发非常非常严重的治水，所谓的治水的这个贪污事件嘛，几乎花了几千亿，结果一大堆钱都被贪光光了，因为他就是利用这样的方式去收买人心嘛。好，那这个收买人心的过程当中，所以众议院就能够通过对萨拉杜特地的弹劾案，可是因为菲律宾又受到美国殖民的影响，它是一个2院制度的国家，它是有参院跟众院，所以众院完要送到参院。那参院这个地方它需要2/3，结果就在这边被挡住了，非常戏剧性。那一幕也很戏剧性，因为杜特地的一个左膀右臂就是当年的警察总监，是个光头，他是个参议员。结果呢，为了阻止他去投票，马可仕就通缉他嘛。小马可仕通缉他，结果他就在众人保驾护航下偷袭冲进了这个参议院里面投票，
结果菲律宾的这些特警要逮捕他，冲进去，就还跟参议院的驻卫警两边发生枪战，这么夸张的事情，就在这惊涛骇浪之中呢，这个杜特地系统成功颠覆了原本的参议院议长，所以呢，接下来我记得是没错的话，6月15号即将进行参议院萨拉杜特地的投票，所以对小马可斯来讲，现在前途是非常悲观的，除非他有办法在这个期间把萨拉杜特地给暗杀掉。但是你暗杀掉，你后面还有其他的杜特地啊，你也很难说啊，所以这也是个问题啊。那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萨拉杜特地也讲了嘛，你敢杀我，我肯定，我如果被杀，我就叫，对，对，这个是非常粗暴的一刻。所以呢，小马可斯现在也相当于是走投无路了。他在前2天的时候啊，在一个公开的演讲上面，他就讲到说，希望萨拉杜特地未来啊，这个可以延续我的政策啊。他其实是某种认败宣言啊，但他依然很想做一些负隅顽抗。所以呢，这时候日菲之间就4个字叫做一拍即合。他说：“如果没有正习会，说实话，我只是个没有公职身份的阳春党主席。若是在毫无筹码的情况之下访美，无法改变任何现状，甚至可能根本就是无足轻重。”其实他的这一番话，我觉得就道破了国民党甚至是台湾现在的一个窘境。美国或者菲律宾都看穿了赖清德是没有实力的一个存在，他很可能在26年、28年就会大败，丢掉政权，所以大家也不把它当一回事。所以这个民进党可以说是自食恶果啊。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就会出现这个一个非常好笑的政策，就是明明台湾的执政者是赖清德，但是大家好像对郑丽文更感兴趣，是这整件事情是这样来的。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那为什么大家对郑丽文更感兴趣呢？这就回到了您刚才所提到的郑丽文他自己所道破的心声。因为有了政协会，这点很重要。两岸党首的见面哦，这件事情给郑丽文很大的赋能。但是这个赋能的逻辑是什么？是因为共产党给他的征服吗？其实都不是，这叫做历史大势所趋。因为中美之间已经从新冷战的那种阵营对抗叙事走向了我们刚才说的合作竞争叙事。在这个情况之下，变数要减少，竞争范围要明定，所以我就说啊，我们不用掉到 G2 的叙述的陷阱框架，但是我们也不用去忽视一个真正的重点，就是这个世界上的 G2 是一个现实的存在。什么是 G2？Great Two， 世界上就是2个真正意义上大国。当然，这个我们所谓中美2强态势，其实我会把它叫做中美2 G2 框架。这是我的一个用法了哈，简单来说就可以来解释郑丽文为什么会这么夯哦。因为单就一个中国大陆要完全对抗美国也不是那么的现实，但是我觉得差不多可以的。但是拉上了俄罗斯，那肯定是非常非常给力，因为很简单，中国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缺乏这个大量的原材料。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生产国，中国是世界上人类史上第一个超10亿人口的全工业现代化国家。但是它所需要就是要非常大量的能源，而这个几乎俄罗斯有全部的东西，所以这2个结盟几乎是完全互补的一个存在。好，而且也稳住了中国非常长的边疆段，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边界啊，从西起朝鲜东到中亚这一段边界，其实是过去中国最大的压力来源。所以中苏交恶的时候，中国常年是重兵压在这个北部边界，而不是南部边界的。所以郑丽文能够崛起，能够被习近平接见，他的核心是什么？是因为他看到了天下大势啊。什么是天下大势？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是没有被阻止，也不可能被阻止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趋势。这个趋势是连现在川普的认同啦。而这个其实在上次的川普访华的时候，在北京会谈里面，我们就看到了非常清楚的，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在晚宴的时候的讲话，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我懂你担心的是什么，但是我告诉你，中华民族一定伟大复兴，但是同一时间与美国再次伟大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连英文都写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要完全用你美国人的说法，要让你听得清楚，讲得明白。这是为什么我说我们不要害怕 G2 叙事，因为 G2 就是个既定现实，全世界上就是中美2大国。
但是中国要加上刮一个俄国，而俄国过去是很不安分的嘛，我们都知道嘛。可是你看这个所谓的中俄睦邻友好条约，明明可以自动续约，但是普丁一定要跑一招，而且跑了一招带来的都是真切实意的，包含那些企业叫大型的这些非常巨大的这些企业，还有包含中国一直想要加深合作的直升机、涡轴这个发动机这些领域，这个过去从来没有，所以这样子，所以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谁看破这样的趋势，谁就能够在这个时代的浪潮上冲浪。所以我们常讲哦，是英雄引领时代，还是时代创造英雄？其实是英雄看见时代，并且在时代的浪潮上引领着这个时代。时代它会有一个浪潮，而这个巨浪，英雄是架在这个巨浪之上，并且跟稍微的引领这个时代的变化。这就是拿破仑跟拿破仑时代之间的故事嘛，这是一个历史研究经典不衰的课题啊。2026年开始，我刚才讲这个叫做全球北京时刻。在这个北京时刻的时候，谁看出来了？台湾主流的政治人物多数还沉浸在那种对抗叙事里面，跳不出来。但是有人看不稳，那就是郑丽文。所以郑丽文看出了这个趋势，所以他加入这个趋势，那他就可以一定程度引领这个趋势。这也造成国民党内部非常的这个不习惯啊！突然之间郑丽文这个愣头青就冒出来了，他们完全没跟上这个新时代叙事嘛。这也是为什么郑丽文去了美国。北京的表态是没表态，因为大陆相信郑丽文是一个懂着全球天下大事，所以在这个全球天下大事之下，郑丽文一定是以追求两岸和平，而两岸和平是两岸最大的共同利益。在这一点上，台北跟北京是有绝对的共同利益基础的，而这个是民进党绝对做不到的，所以北京是乐见这个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北京有一个先决条件。因为还是牵涉到复杂的两岸主权问题，所以当然不可能明面上去支持郑丽文去见谁，因为这个毕竟还是有些敏感性。我觉得这个可以用一个新的名词啊，叫做创造性和平，建设性稳定。中美就是大两岸正在建设性稳定，而小两岸正在创造性和平。